主要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创作者嘛，那我们单纯就是想说我们要找一个空间当做我们创作的工作室。对，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我给我外婆带大，然后我是住三合院，那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想法，想说我好想要有工作室之外，但是我想要在三合院里面有工作室，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始去寻找，然后最后就找到这个地方。当时我们两个一起找的，然后就像我刚刚之前说，就是我们一开始以为找三合院当成就是找一个三合院的空间是在乡下应该是很好找这样子，但是没想到实际找的时候，没想到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可能三合院比较老，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可以把三合院，他们不会把三合院出租出去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也不会在网络上放消息，那就变成说我们上网找是完全得不到任何讯息的，然后我们也是找得很辛苦，然后最后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加入当地的社团，就是在地的社团，然后还有一些靠房仲业者，就是互相介绍，对，然后才要找到这个地方。这个问题没有错，然后可是我们来之前，其实我们就有心理准备了，想说大概屋况大概都是应该会比较不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有想说，就是有心理准备说应该就是屋况需要整理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决定说，我们既然要找三合院的话，那只要它状况不要太差，我们就是想要试着把它整理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不会想要说去住公寓或者是住都市，因为假如说住都市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搬到乡下来这样子。对我们就是想说，好，我们就找就找到，虽然说它的确真的是像鬼屋一样杂草丛生，然后就是那个很脏乱这样，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想说，我们就是整理干净，基本上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就是当初找就是很简单，就是只要不要什么屋梁有倾斜，然后不要屋顶漏水或积水，然后只要看起来结构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只要整理干净，那我觉得应该也不会那么困难。这个时候，那皮哥他就是有画一个很美好的设计图，然后设计图就是有什么双卧浴2个洗手台干湿分离然后里面要铺瓷砖，然后最好就是都很舒适，最好是把城市的东西搬过来。他画好图，还画了那个平面图，然后给师傅看，师傅一看说可以，没问题。然后那估价单一出来，我们就说那不要算了，我们给他们正常的设计，只要这个不要就好了。对，因为那时候师傅他没有拒绝我们，他有帮做出一个梦幻的估价单出来，太梦幻了，遥不可及，所以就算了。对，我们3个月最主要的话就是花在那个厕所，因为厕所以前是在后面，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要盖一间厕所，所以房子最值钱就是那间厕所，请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100万厕所没有10万厕所。因为我们当初下单的时候，师傅他没有拒绝我嘛，他就只有说好，我估给你看，他就列清单一估给我，他真的是要超过100万。他说，我想说天哪，这已经不是我可以负担的，因为可以想象，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说我们要重盖厕所，然后浴室的话也是要重盖，变浴室重盖的话，就是他要重新做防水然后贴瓷砖这样，然后地板重铺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可以想着说，一出来然后哇，真的是完全超出预算，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厕所盖出来就好了，然后浴室就是整理旧的浴室，对其他的部分就是一切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这样可以用就好，对，可以用就好这样子。然后觉得出来觉得就是好了，就是目前状态是还不错的这样子。对，在讲那个数字，整个整修起来，我们一开始预估是要花20万以内。我们不知道要花这么多钱，我不知道花100，
不知道花100，我们原本预算说我们用20应该够，然后师傅估出来的价格是100万，我说哦，这零就是错了。对啊，然后最后我们舍弃方案之后，我们到最后花到总 total 是27万，对，都是必须要做的，对，就是因为我们主要请师傅要做，就一定是那种像是电、水电，然后还有卫浴跟还有就是拆除的工程跟清运的工程，对，都是交给师傅做的，对啊，其他油漆的话就是打扫是我们自己做，就这样子。